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连轴转24个小时，签下2笔千万订单回来。上厕所的时候眯了10几分钟，下午莫名其妙收到罚款1000元，我一时没理会。第2天打卡就因罚款逾期未交被辞退了。我闯进总裁未婚夫办公室质问，小助理却趾高气扬回：工作时间上厕所本来就是摸鱼，罚你1天工资怎么了？其他同事都能在10分钟内出来，怎么就你不行？未婚夫也为他帮腔：你身为公司高管知错犯错，必须严惩，以儆效尤。我离开透过百叶窗，却看到2人交叠重合的身影，转头拨通对家老板电话：送你2000万，给我安排个职位，条件，你们公司上厕所限时吗？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话筒里传来爽朗的笑声：楚瑜，你在和我开玩笑吗？上厕所限时是哪个神经想出来的事情？我把简历投了过去。那你给我安排一个职位。韩旭白直接发来副总的入职链接。副总行吗？或者把我这个总裁的位置让给你？你是谢怀年公司元老级别的人物，从开业就陪着他，我之前撬他墙角几10次，你都不愿意过来，这次怎么了？和他吵架了？我没好气地说，这不是你该关心的事情，你该想的是，有了这2000万的订单，能不能把你的公司从万年老二搞上去，压谢怀年一头。韩旭白声音清冽，却带着蓬勃的野心。先不说订单，谢怀年的公司要是没有你，他还算个屁。我填好入职信息，顺带把那2笔订单的合同和详情发给他。那就合作愉快。韩旭白看我不再像开玩笑，终于严肃质问：楚瑜，你真心来我的公司，我肯定热烈欢迎。但是如果这只是你和谢怀年闹情绪的手段，我劝你考虑好再做决定。我可不想把公司2把手的位置交给你，再被你背刺。闹情绪的手段，我现在只觉得心里透凉。毕竟不管谁听到公司高管因为多在厕所蹲了10分钟就被辞了，都会觉得颜面扫地。况且做出这个决定的还是我谈了3年即将结婚的未婚夫，更别提公司还是我和他一起创立，走到今天业界公司第1的规模。我觉得心寒，但却又觉得在情理之中。因为谢怀年对安玲玲的特殊待遇，让我早有了预感。我从来不拿工作上的事情开玩笑，收拾个工位，我明天就去入职。挂断电话后，韩旭白始终觉得不可置信，一直叮叮咚咚地发着消息。我收拾东西离开工位，没工夫回复他，却被办公室上方的监控语音指控：楚瑜，上班手机要开静音，违反罚款200。安玲玲此话一出，所有人的都看向了我，我没搭理，只是自顾自收拾东西。他却直接从办公室出来，怒气冲冲地说：楚瑜，我刚才说的话你没听到吗？谢总网开一面给你交了之前的罚款，你怎么还不遵守公司规定？我麻木地扯了扯嘴角，觉得他好笑。一个被开除的人遵守什么公司规定？谢怀年听到屋外争吵走了过来，他走到我手边俯声说：小姑娘既然已经定好了规矩，当着她的面我不好打破，但罚款我已经给你把罚款交上了，你不用离开了。我冷冷地看了他一眼，把工牌扔到桌上：不必了，你不辞退我，那我自己辞职，我不干了。搬着行李往外走，却再次被谢怀年拦着。他脸上带上了怒气，当着全公司的面指责：楚瑜，你别闹脾气，玲玲定规矩约束大家，
现在公司的氛围不是挺好的吗？我翻了个白眼，挺好。刚才还有人水群吐槽，销售出差只能订火车硬座，住宿要去住51晚的青旅，请客户吃饭只能请路边大排档，因为餐费只给报销250，多一点都不报。谢怀年纵容他，觉得他为公司省下了不少成本，但出差谈合作的同事却苦不堪言，约老板谈几十上百万的合同，一顿饭不到大几千，根本说不过去。安玲玲倒好，一顿饭250，我看他才是250，偏偏谢怀念这个脑残还批准了。最近我一直出差工作，几乎没在公司待，现在竟然还规定了上厕所限时，1天2次，1次10分钟。他的公司迟早完蛋。我没管安玲玲新给我开的手机没静音的罚款单，直接离开了公司。回家后睡到下午，准备给自己做点好吃的。刚把菜端到桌上，门口就传来的开锁声音。谢怀年带着安玲玲自在地落座夹菜。我冷着脸问他们：“这是我做的饭，你们干什么？”谢怀年拧着眉：“我给你发的消息你没看到？”手机上是他发来的好几条消息。自从他雇佣安玲玲之后，已经连续1个月没给我发消息了。今天却因为安玲玲发了10几条，但却都和安玲玲有关。他先是指责我今天让他丢了脸面，又说闹得不好看，把安玲玲气哭了，最后让我道歉，否则就和我退婚。都怪你今天大庭广众之下服了玲玲的面子，她明明什么也没做错，所作所为都是为了公司着想。今天我带她回家吃饭，你做丰盛点，给她道歉。谢怀年看着汤里的飘着的一层香菜，嫌弃的指责，更让我恼火。我不是告诉你，玲玲不喜欢吃香菜，你没长眼吗？一会把它们一根根挑出去。他又给安玲玲夹了一块肉，吹凉后才递给她。这个是楚瑜拿手菜，你尝尝这个。安玲玲就着他的筷子吃了一口，还是生气的嘟着唇。饭倒是还行，但除非他当着全公司的面向我道歉，否则我是不会原谅他的。他这么不服从管理，以后让我怎么管别人啊？谢怀年把矛头对上我，听到了，快给玲玲道歉，否则别说回公司上班了，我还要和你退婚。我们曾经在一起的时候就约定，以后生气时都不许把分手挂在嘴边。最近他却因为安玲玲提了几次退婚，他们2个还在我眼前调情，我气得快要把手机屏幕捏碎。确实有东西要被挑出去，是你们！我闷声怒喝。谢怀年，带着安玲玲给我滚出去！你自己养了小情人，把她带到公司调情，我又该道什么歉？退婚也是我和你退婚。谢怀年脸色冷了下来，他态度恶劣。这是我们的婚房，你要把我赶出去？我面无表情。这是我家的房子，赶紧带着你助理给我滚出去！安玲玲出去前还在强调。他哼了一声，脸上带着得意。你敢把我赶出去？你知不知道我认识谁？我告诉你，我可是认识投资界那位先生。你现在赶紧给我磕头道歉，我还能在他面前给你美言几句。谢怀年拧着眉，语气不善。听到没，楚瑜，赶紧给玲玲跪下道歉，我们公司还指望她呢。我眼也不眨的把门关上，我管你认识谁，公司又和我有什么关系？安玲玲气得气血不顺，屋内只剩我一个人，世界终于清静，但眼前的菜都被他们祸害了一通，我也没有胃口了，干脆直接出去吃。等菜时，刷到谢怀年的朋友圈，楚瑜，我告诉你，你不公开向玲玲道歉，我们的婚约就此取消。我翻了个白眼，直接把他的好友拉黑。
公司小群没来得及退，第二天早上就有人爆出谢怀年和安玲玲早上从同一辆车下来，而且两人都没换衣服。还有人说他们昨天一起去了酒店，昨天他和朋友在路边等人看到的，有图有真相。我反手把群退了，去了韩旭白的公司。关于他俩的信息我一点都不想看到。韩旭白给我单独准备了一间办公室，看到我后仍然觉得不可思议，你竟然真的来入职了，我还怕办公室准备好了没人来呢。我把那2笔订单的合同交给他，马上就到今年的业界评比，能不能拿到第一就看你的了。他眼中是势不可挡的对第1名的坚定。放心吧，有你助力，咱们公司今年必定反超谢家。我工作了3年，手中正好有积累的客户资源，下午刚谈定另外一笔合同，出去就看到谢怀年揽着安玲玲，动作异常亲昵。我没准备理他，他却主动撤开手，凑过来解释，我知道你们有个小群，早上他们说的是你别多想，玲玲的房子漏水了，我身为老板给她提供个住宿而已，糊弄谁呢？明眼人都知道他们昨晚睡在一起了。我没吭声，准备离开。谢怀年解释完，施舍地说，楚瑜，我知道你想回来，玲玲起草了一个项目书，只要你帮她拿下合同，我就让你复职。我冷喝一声，你想多了，我也不帮她谈。谢怀年叹了口气，说出的话冠冕堂皇，让人反胃。玲玲刚毕业，没有谈项目的经验，你帮她谈成，就当为昨天的事道歉，不用再嘴硬了。只要你拿下项目，我不仅让你复职，咱们的婚约还照常进行。我和他不同频，根本不想再和他有任何交流。越过他准备离开，安玲玲却眼尖看到我手里拿着已经签好的合同，她惊呼出声，这不是我起草的新项目合同吗？你竟然偷别人的劳动成果！他让谢怀年看自己手里的项目书，委屈地说，我熬了2天2夜做出来的东西，竟然被他抢了。安玲玲手中拿的是我在公司时报上去审批的项目书，主要负责人是我。我离开后，那个项目就成了无人认领，他干脆把负责人改成了自己。我刚要说这是我的项目，谢怀年却问也不问，直接兜头扇了我一巴掌。他愤恨地质问我，玲玲不就按照公司规定处罚了你，你竟然偷他做的项目，怪不得你刚才不愿意帮他。楚瑜，你真是让我恶心。之前的那些合作，你是不是都是通过盗窃完成的？脸上是火烧一样的疼。我满眼不可置信地盯着谢怀年。我在公司干了3年，安玲玲只是一个普通刚毕业的大学生，怎么可能是我抢的她的项目？她从我的手里把项目书夺走，让保镖当着大庭广众之下把我摁在地上，撕着我的头发。谢怀年面色发冷，楚瑜，这是你欠玲玲的道歉。我挣扎不过被身后的人摁着，给安玲玲磕了一个又一个头，直到安玲玲点头后，他才让人松开我的头发。头皮被揪出红红的血丝，没有一处不疼。安玲玲居高临下，用她的细高跟踩着我的手。楚瑜，我最瞧不起的就是偷东西的人，你不会以为光是道歉就行了吧？钻心的疼往心里钻，手背也被踩出血迹。他把全身重量死死地压到脚后跟。你这种小偷，双手就该被废掉。我觉得手背像是被安玲玲的细高跟踩穿，疼得我目裂耳鸣，低声为自己辩解，祈求谢怀年能把我从他脚下拯救出来。毕竟我们相恋3年，他也曾经把我当公主呵护，
磕破一点皮都大呼小叫的要把我送到医院。但现在谢怀年却当作听不到，脸上也只剩厌恶。怪不得你爸要和你妈离婚，你遗传你妈上不得台面的习惯，包括婚约也是你妈偷摸和我家商议的。有其母必有其子，我是绝对不会和小偷结婚的。楚瑜，我们的婚约取消。他干脆地转身离开。我原本已经四处透风的心被捅得更加残破。他曾经心疼我家人不在身边，没人照顾，现在却成为了攻击我的利器。我甚至觉得刚才企图向他求救的想法可笑。安玲玲拿着我完成的项目书，把刚才把我踩在脚下的视频照片映在我眼前。她轻蔑地说：“项目和怀年都是我的，楚瑜，我警告你，如果你还要和我抢，我就让所有人都看你跪在地上连狗都不如的样子。”我疼晕后被路人送到医院，不知道昏了多久。醒来的时候，韩旭白在我身边坐着，他眼底深处藏着一抹不易察觉的心疼，沉默地坐在一旁。我低声说自己要请假休息2天，调养一下身体。韩旭白连忙答应：“好，你放心，3天后评比，我们一定可以把谢家拉下来。”评比这天，我和韩旭白落坐在第1排。谢怀年看我和他坐在一起，带着安玲玲走来，讥讽开口：“楚瑜，你偷了玲玲的项目，现在又和万年老二坐在一起，就算公司辞退了你，你自暴自弃，也该选个好点的公司吧？哦，我忘了，我们公司是第1，你找不到比我这里更好的去处了。”安玲玲也蔑视说：“等谢家今年蝉联第1，能和那位投资人合作，你们就等着市场被我们垄断，回家吃土吧。”我看到他们只觉得恶心，头皮一阵阵发麻。谢怀年退婚后再也不藏着掖着，他明目张胆地揽着安玲玲。玲玲的工作能力可比你强多了，他轻而易举的就设计出了新的合作项目书，是和 A 城的跨省合作。这次你不会再有机会窃取他的劳动成果了。我暗暗发笑，他说的不会是我扔进垃圾桶的那张废纸吧？没想到安玲玲竟然还有翻垃圾桶的癖好。如果谢怀年真的实施了那个计划，那我就等着看好戏了。其他公司的老板看到谢怀年后过来阿谀奉承，这个奖项还有什么必要设置吗？反正只要有谢总，第1肯定就是谢家没跑了。说的是啊，这个最佳企业的奖杯对谢总来说都是小意思，只是今年有极大的可能会得到那位的资金注入，有了他的提拔，在业界的地位只会只上不下，那当然只会是谢家啊。他们瞥了一眼我和韩旭白的座位，不像有些人坐得再靠前也没用，这是凭本事吃饭的，又不是谁坐得靠前就能获得业界第1的荣光了。谢怀年被恭维得更加得意，被他们簇拥着离开。我和韩旭白静静地看着他们，丝毫没被干扰。毕竟今年的第1是谁，确实难说呢。正常走流程，主持人开始进行奖项颁奖。谢怀年甚至先一步站了起来，走向了领奖台，只等着被喊到名字上台。隔着昏暗的灯光，他嘲笑地给韩旭白比了鄙视的手势。但当主持人大声说出奖项获选人，一座人都震惊了。恭喜韩旭白荣获今年业界第1，另外拥有和施先生会谈的机会。谢怀年刚才已经登上了台阶，但却听到了韩旭白的名字，他脑中空白，直到韩旭白走到他身边，面上是儒雅的笑，眼底却盛着得意和轻蔑。他轻声开口：“谢总，抱歉，今年我们抢了你的第1，但是你放心，
以后你也不会再有机会赶超了。毕竟你已经亲自把你的底牌扔出来了，现在可以让了吗？让我过去领奖。谢怀年呆愣的退后，让韩旭白上台。反应了好一会后，他才跑到我眼前质问：楚瑜，你是不是做了什么手脚？我的公司怎么可能不是第一？他看着自己公司的营业额和韩旭白公司的差距，你是不是偷了我公司的项目，才让他得了第一？我没吭声，静静地看着他发疯。谢怀年却以为我被他的话戳中了心虚，不敢说话。他大声请求再次核验两家公司的销售额与盈利比。后台有些不满，嘟嘟囔囔地说：不是吧，之前第一是他，别人也没说要再核查，这次让别人得了第一，他就不信了。有这么输不起吗？谢怀年被他说的脸色红一块白一块，刚才奉承他的，现在也反过来指责他，讨好韩旭白。谢总，你是不是输不起啊？这差的可不是一星半点，你这不是自讨其辱吗？对呀，之前你得第一数据就没问题，别人成了第一就要再核查，韩总哪有这个功夫陪你闹啊？韩旭白倒是坦荡，我都无所谓，谢总觉得需要再次核查，就让他查吧，让他输得心服口服。后台调出两家的盈利，谢怀年眼也不眨地盯着屏幕，企图找出一丝不对，但事实表明确实没有其他出入，最后他都要放弃了。安玲玲却指出，之前我从公司带走的2笔订单，这2个项目不对，这明明是谢总审批的项目，怎么可能是韩旭白公司的？谢怀年仔细看后，确实有印象，他松了一口气，确信地指着那2笔订单质问我：楚瑜，你还有什么可狡辩的？我从手机里调出存档的项目书，上面甚至有实时草稿，这2笔项目都是我亲自设计又亲自谈成的项目，况且我也从谢家离职了。安玲玲算了算时间，大声开口：你那时明明是谢总的员工，还没有被辞退，这2笔订单应该归我们谢总。谢怀年揽着安玲玲，仿佛找到了主心骨，他生气质问：就算我要和你退婚，但这2笔千万的订单，你也不能偷走送给你的小情人吧？他张口就是胡说。场上的风气再次转变为一片鄙夷。我拿出事先拷贝过的监控，这个项目我去找谢怀年审批的时候，他还在叫安玲玲运用办公软件，甚至没有签字通过，是我直接去谈成的合作。回来后还没归档，就先被开除了。这2笔完全是我自己的订单。视频中是百叶窗内2人交叠的身影，安玲玲和谢怀年手忙脚乱地关视频，他们没有其他证据，捏了一口气，气愤地准备离开。韩旭白却喊住了他：你们污蔑我们的事情说完了，现在来说你们从楚瑜手里抢走的项目吧。他带着事先收集好的项目书草稿和具体设计图，这个项目是楚瑜和粤丰集团签订的合同，但是却被你们纳入了营业额，是不是应该还给我们？这时谢怀年面子已经挂不住了，他气急败坏地说：这是玲玲的项目，是楚瑜抢了我们的。韩旭白拿出草图以及文档和演示文稿，不知道谢总有没有创作的草稿呢？他伸手给安玲玲要：玲玲，你不是说你做了2天2夜吗？把证据给他们看。安玲玲心虚，却装作镇定，只有他这种小偷才会随时保存草稿，我向来是直接做好的。在座的各位全部讥讽地笑了，我也笑着说：你是说50多张文稿，40张 PPT， 你是一下做好的，没有任何草稿草图，
没有。安玲玲靠近我小声说，楚瑜，我说了，你敢和我抢这个项目，我就把你的丑照发到全网。我直接把那天的监控视频放了出来，还有他威胁我所说的话。多亏公司监控收音好，你说的话录得很清楚呢。安玲玲没有了任何威胁我的手段，仓皇逃跑。谢怀年也不知道安玲玲骗了他，他面色难看地承认自己确实不如韩旭白后离开，看着我的眼神带上了一丝狠毒。我和韩旭白一起离开，去和那位投资人讨论资金注入的问题。谢怀年则回去找安玲玲，他恼地掐着她的脖子，你不是说那是你熬了2天做出来的项目书？安玲玲，你竟然骗我！安玲玲被他掐得面红耳赤，努力从口中挤出句子，怀年，松开我，我可以让你约见施总，我曾经见过他几次。谢怀年这才松开了掐着他的手，他攥着拳心，只要先韩旭白一步拿下那个投资界巨鳄施总，就算今天把这个第1名让出去也无妨。安玲玲花了一笔钱和助理打探了施总的消息，提前在包厢的厕所守着。施总出门都是包场，不躲在厕所就没有其他容身之处了。等到时间差不多，谢怀年和安玲玲敲门进来，却在包厢里看到我带着韩旭白一起和施总吃饭。谢怀年一脸不可置信，楚瑜，你们昨天已经和他见过面了，竟然不要脸到又过来抢我们的生意。我已经把那2000万让给你了，你怎么还缠着施总不放？我觉得他出现的莫名其妙。安玲玲先去和投资人套近乎，施总，您还记得我吗？我上学的时候见过您，今年毕业的时候您来学校还给我拨了穗。谢怀年听到安玲玲的话，觉得这次稳了，一般都是让亲近的老师拨穗。安玲玲果然和施总很熟，她直接开口，施总，你和我们玲玲认识，我就直接告诉您吧，你身边的楚瑜是个惯骗，他在我的公司工作了3年，和我分手之后，转身就勾搭上了我们对家公司老板，直接带着我2000万的项目去了他家的公司，还通过暗箱操作成了今年业界第1。您第1次来这边，我不想让您被这种小人欺骗，您可以多考察，之前的业界第1都是我们的公司。施无恩一下子来了兴趣，你说真的，他俩真的在一起了？谢怀年看有戏，说得更加真实。他说我抢了他们3笔订单才成为业界第1，说我因为家里漏水就邀请韩旭白一起出去住，还借着工作之便和他卿卿我我，他不堪重辱才和我退了婚约，把他和安玲玲干过的事情全部都按在了我的头上，自己反倒成为了一个清白之人。我觉得他无语至极，直接把手中的杯子摔了出去。够了，谢怀年，你污蔑人也要有个度，明明是你出轨安玲玲，别在这里颠倒黑白。我对施无恩说，不用信他说的假话。他点了点头，让人送谢怀年和安玲玲离开。谢怀年不信我只是说了一句话，他就信了。他挣扎说道，施总，你相信我，他们只是想骗你给他们的公司投资罢了。施无恩轻描淡写地说，想要投资就给他投嘛。谢怀年看怎么说都没用，他推搡着安玲玲，让他解释，我的话你不信，玲玲的话你总该相信了吧？安玲玲确信地强调，怀年说的都是真的，处于跳槽别家公司还靠身体上位，他周遭的气氛却越来越冷。我让服务员赶紧把他们带出去。谢怀年挣扎中大喊，施总，玲玲和你的关系，我们实在没有必要骗你啊，我们什么关系？他看着安玲玲想了半天，依旧想不起来。
最后还是助理提醒：“哦，集团资助的安同学是吧？”他面色不善地让服务员送客。安玲玲见他想起了自己，反而大喊说：“施总，我用自己的人品起誓，您和谢家合作才能盈利。楚瑜就是个贱人婊子，他的话不可信。”施无恩皱着眉，让人停下。安玲玲以为成功让他相信了自己，施无恩的助理却一巴掌打在他的嘴上。他面色阴沉可怕，语气中带上了杀气：“忍你们半天了，污蔑人也该有个度。再让我听见谁说我女儿一句坏话，之前的资助全都给我吐出来，你的公司也没必要再开了。”谢怀年猛地抬头看着我呢喃道：“什么？楚瑜是您女儿？但是她不是姓楚吗？”我面无表情看着他说：“我跟母姓。”谢怀年不再挣扎，任由服务员把他们拉了出去。走之前还不一直在说：“这怎么可能？”我爸前面确实有一些听热闹的成分，因为我当初让他回国时说的就是在这次大会上让他见我的男朋友，见家长的同时顺带给他的公司投资。但是安玲玲的到来打破了我所有的计划，我又不想让他见到谢怀年了，就抓紧时间让韩旭白搞业绩。昨天他八卦了一下午，没从我嘴里问出来一句话。今天听到谢怀年讲这些，心里也有了大概。饭后，韩旭白给我爸讲公司的发展前景，以及最近项目的盈利方向和利润。我让他自己判断要不要给公司投资。最后他看公司发展前景不错，决定投入资金流。我爸离开前悄悄拉着韩旭白说了一会儿话，最后才依依不舍地向我告别。当初为了挣钱忽略了你妈的感受，现在追都追不回来。听说他现在在马尔代夫，我先走了。小鱼有事给我打电话，他还和韩旭白加密通话，事情能不能成就看你的了。小韩，好的叔叔，我会努力的。什么事情？韩旭白收回面上的笑意。叔叔说希望公司做大做强，给谢怀年一个教训。谢怀年回去后把自己锁在屋里2天，回想起韩旭白曾经说的他把自己的底牌送了出去，越想越生气。明明公司成立至今都是靠的他自己，凭什么说我是他公司的底牌？谢怀年把安玲玲喊来，拿着那张他设计出了新的医疗跨省合作项目书，他自己估量了一下可行性和利润，暗暗觉得有哪里不对。但韩旭白公司这几天有大动作，谢怀年也没顾得上考虑，直接带着做好的项目书去了这省，7个小时的飞机，路途不近，但合作却谈得异常顺利，他几乎没费什么口舌。回去后，他和安玲玲说，出差谈合同这么容易，销售不该拿那么高的工资，按比例都下调吧。调整后，有一些员工实在是忍无可忍，直接提了离职，还在某些招聘软件上吐槽公司的奇葩行为，上厕所限时，出差只报销硬座车费，请客户吃饭预算只有250等。现在甚至还衍生出为了不让员工上厕所，停了饮水机。有些人因为最近确实不好找工作，继续忍了下去，直到了要给市交货的期限。谢怀年把准备好的大货车开过来，把那些医疗试剂运上了车，只等着到货后美美的收尾款。这单生意对方愿意支付3倍成本。原先谢怀年想着能促成5000万的合同就能赶上韩旭白，现在直接反超，只要是成，他们就会付来1亿5千万。谢怀年估摸着货到，等着对方的电话，但电话内容却让他在40度的天气直接浑身冻结在原地。50多辆车
2/3的试剂都因为温控问题失效作废。我听说后只觉得谢怀年愚蠢，他只看到了那时的利润。对方确实是个大公司，对医疗产品需求很多，但最近每天都是40度的高温，就算有冷链车，司机带着试剂不眠不休开20几个小时，也有极大可能出现温控问题。谢怀年的公司不仅要承担所有损失，而且还要付对方违约金。他们预付款的5000万全部花在生产、运输以及进来公司支出，赔偿金翻倍，1.5亿到3亿。谢怀年非但没如愿拿到钱，还倒贴，公司赔了个底朝天。破产后，还因为发不起工资，把其他资产都赔了进去。谢怀年怪罪安玲玲，是他的主意。安玲玲解释说，不怪我，这是我在处于垃圾桶里翻出来的，是他故意陷害我们。谢怀年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了对他的美好滤镜，他只觉得安玲玲愚蠢，气得不想再看到他，让人把他送到了再也回不来的地方。谢怀年整个人霎时变得憔悴，短短几个月从云端跌入泥潭。他再次想起韩旭白领奖前说的话，于是日日跪在我们曾经的婚房门口求原谅。但是我却并不想理他，直接搬到了另外的住所。谢怀年就又去公司堵我。韩旭白看他有些疯癫，不然给你找几个保镖吧。我想他应该不会做出什么出格的举动，便拒绝了。谢怀年在大庭广众之下喊着我的名字，双眸红了一圈。我怕影响其他人上班，还是去见了他。谢怀年身上围绕着重重的酒气，他看我的眼眸中也带着偏执，执拗地掐着我的胳膊。小鱼，你为什么要离开我？我知道没你不行了，你是我的未婚妻，回来和我永远在一起吧，我还可以东山再起的。我甩开他的手，平静说，谢怀年，我们现在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，是你把我辞了，又和我解除了婚约。他流下悔恨的泪水。我现在已经知道错了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原谅我好吗？我不想和他有过多交流，说了句不好就转身离开。但我没走出几步，就被一棍打晕，失去了意识。我醒来的时候被谢怀年捆着，他带我回了我俩的婚房，拿汽油浇在地毯上，面色痴狂看着手心的烛火。小鱼，我都说了我知道错了，和我结婚难道不好吗？我为了稳住他，只好先顺应他的话。怀年，我答应你，我们结婚，你先把打火机扔了。他盯着我看了一会，最后开始笑了起来。我知道你在骗我，你想骗我去找韩旭白，骗子，你这个见风使舵的婊子。谢怀年把蜡烛扔在地上，瞬间引起轰隆大火。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，小鱼，你陪我一起走吧，下辈子我再娶你。我惊恐地看着周遭的大火。谢怀年，你找死别拉上我，我不想死。但他好像是醉了过去，躺在地上等着生命将近。门被谢怀年锁死，我的双手双脚都被绑着，求救无门。最后吸入过量的有毒气体，昏了过去。醒过来时，我和韩旭白躺在同一间病房。新闻上有完整的事情经过结果，我被谢怀年故意报复纵火，韩旭白把我救了，却也受了烧伤，而且他是从隔壁阳台跳过去把我抱出去的。我泪眼朦胧问他，那是15楼啊，多危险，为什么不等消防来？韩旭白咳了几声，面色不自然。叔叔说，如果我想当他的女婿，首先要保护好你，况且那时情况紧急，火警又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到，你的安全对我来说更重要。我心里万分感动，轻轻抱住了他。后来
韩旭白病好之后，我们两个又相处了一段时间，他向我表白，确认了关系。谢怀年办丧事那天，韩旭白还过去看了一眼，说是为了感谢他的不娶之恩，才让他得偿所愿。我家和韩家商量婚事的时候，我爸看着许久未见的我妈，向韩旭白使眼色，干得不错，圆满完成任务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